而对于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匿名官员报道称，情报显示北溪管道爆炸事件背后的袭击者是一个亲乌克兰的组织。该报称，这些情报信息表明存在一种可能性：对北溪管道的行动是由代理方私下展开的。该代理方与乌克兰政府或乌方安全部门有一定联系。制造人为爆炸的可能是经验丰富的潜水员，他们似乎并没有为军队或情报部门工作，但可能接受过专门的政府培训。德国《时代周报》同日也披露，有迹象表明北溪管道遭袭与乌克兰有关，但相关报道一出，立刻遭到了广泛质疑。It was almost in some ways the least likely explanation that a non-state group of actors were able to smuggle a very sizable quantity of explosives undetected and get that to the scene to target this incredibly important pipeline. So, although it's been postulated for some time, it's one of the theories, it was almost the hardest to understand how that could have come together. And it certainly suggests a sizable amount of money and a very interesting network behind an operation like this. You can imagine just driving a large amount of explosives through Germany in itself is something I think the German population would be shocked to understand if that was easy. Very interesting. So it does not say that Russia did this. Now, to be clear, it doesn't say the U.S. did it. It said, or Zelensky, it says a pro-Ukrainian entity. But not Ukraine. What is the pro-Ukrainian entity that's not Ukraine? And no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o what this does is basically have an article that says, just in case you're wondering, we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thing, but it wasn't us and it wasn't Zelensky.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随后回应称，乌克兰绝对没有参与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袭击，乌方对此毫不知情，也没有所谓亲乌克兰组织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则回应称，这表明北溪遭恐袭事件的制造者显然是想转移注意力，这些爆料都是在炒作。据塔斯社8号报道，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列杰涅夫表示，《纽约时报》的报道像是被开了绿灯，迅速遍布媒体。然而，此前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发表的文章却被掩盖。对此，比利时前议员瓦努斯特表示，美国具备炸毁北溪管道的动机和能力。冷战以来，美国情报部门频繁通过秘密行动对他国进行恐吓，北溪管道被炸正是美国向别国发出的威胁信号。This is not a leak that the US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It wanted this to happen so that it can officially deny, but at the same time send a strong message to Europe and to Germany to say, listen, if you do not follow our line, we are willing to go, this is what we are prepared to do. Because actually, this is an act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this attack on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早前披露，美国情报部门2021年12月就开始策划破坏北溪管道，并最终由总统拜登拍板实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新社的消息称，西摩赫什在与俄媒记者交谈中没有对《纽约时报》的新爆料置评，只是笑了起来。赫什3月7号还对俄消息报透露，他将在下周发表对北溪事件的新调查信息。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外长秦刚在记者会上谈及乌克兰危机时指出，乌克兰危机本来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似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冲突延宕升级。您对此有何观察？最近一段时间来，美国不断地鼓噪所谓中国可能援助俄罗斯这样的说法，并且以此进行同盟的政治动员和在媒体上进行舆论的动员。以此来增加对华战略竞争的筹码。秦刚外长在记者会非常明确地驳斥了这样的说法。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危机的当事方，也没有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可以说，关于中国军援俄罗斯的说法是一个话语的陷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包括布林肯在内的美国高官也是做贼心虚，他们正式的说法是中国有可能或者有想法军援。其实这完全是诛心之论。秦刚外长的澄清和驳斥还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在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中国是劝和促谈的推动者。俄乌陷入战火是一场悲剧，中国没有责任，相反中国是受害者。除了对有关虚假信息的回应和批驳之外秦刚外长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回应有2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第一个就是欧洲安全治理。乌克兰陷入战火，从根本上来说是欧洲安全治理矛盾的大爆发。我想这一判断与很多的欧洲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在2战结束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长和平阶段，
伴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成为一个和平岛。欧洲人关注的是环保、福利等议题，似乎忘记了战争与和平这样关乎国际秩序的大问题。在过去500年之间呢，欧洲长期处于战争与和平的周期循环之中，包括2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新30年战争。冷战以及冷战终结的特殊方式呢，似乎掩盖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矛盾。乌克兰危机以及出人意料的战争呢，一下子将欧洲拉回了历史的场景中来了。如果将俄乌危机与战争放在2战之前的历史中呢，相信欧洲人并不会感到奇怪。乌克兰危机的确是沉重打击了欧洲人的自信心，不得不面对欧洲安全治理框架中的重大的缺陷。着眼于后乌克兰危机时代，欧洲需要重构欧洲安全治理框架，寻求长治久安之策。另外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紧要关头。秦刚部长的这一说法，对冲突各方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警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政治家和战略家需要把握历史发展的节奏，并且做出决断。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局势几经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局势到了紧要关头，各方力量和目标在汇聚。中方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也是对即将到来的紧要关头的立场和构想。各方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不可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不发出声音。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中国发出了紧要关头的警示，并且督促各方尽快谈判，已经在承担大国责任了。